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跑男从节目救星到挂脸女神，白鹿的一手好牌为啥打毁了？常驻成员的替换是真人秀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毕竟大部分艺人的合约通常不会签过2季的。在有别的行程机会的情况下，选择离开是意料之中。有的节目1季录完了，下一季几乎全是新面孔，然而节目名字却不带换的，甚至家族都还要叫同一种，如萌探探探案。有了他来做比较跑男制作这么多年，其实常驻嘉宾也没换得那么勤快，且身为高知名度的综艺，他的每次换人都引得注目，太多人想要争取常驻的位置了。在重重竞争之下能打败众人，从而被官宣的人，一定是节目组看好的。事实证明，从包贝尔到范丞丞，给节目带来的效果数据都是好的。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完美的来，完美的离开。从节目救星到挂脸女神，多次蠢到观众的白鹿，为何会让自己的风评实现几乎180度的逆转？宋雨琦专注女团事业，白鹿主演剧爆火，顺势而上，游戏王与爱笑女孩俩标签出圈。说白鹿是节目的及时雨，并不是毫无依据的。迪丽热巴暂别后，作为第2次替换上的女常驻，宋雨琦敢拼敢玩的劲儿固然是好的，可她在海外出道，在国内的影响力有限不说，这团队一旦要回归发展，她就必须要先顾着国外行程，无法权衡下，看似是双女 MC， 其实只有 Baby 一个人加盟了录制。宋雨琦短时间内回不来，节目组就得物色新人。据爆料，在白鹿之前有女艺人谈了好久的常驻，可都没有拿下来，能把时间线拉得那样久，足见节目方是有顾虑的。就在节目组蛮犹豫时，白鹿的周生如故火了。有了作品的加持，于正的保护，自身魅力被发掘，在综艺市场上新鲜感足够的他，便成为了解决节目选择困难症的良药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白鹿有2个标签相当有名，一个是胜负欲强且参与认真的游戏王，一个是努力给反应，小小的事情都能掀起大笑的爱笑女孩。她欢快且放肆的笑声，让观众感觉到愉悦，能够与节目双向成就，曾经的她的确是讨喜的。受作品与过往言论影响，新一季各类操作惹人不满，常驻嘉宾不该过于抢镜。然而作为公众人物，他终究还是为自己的发言买了单。在长月烬明因 Hello 上热搜的同时，他曾经多次赞扬男性美好，却暗暗贬低女性的言论被扒出。明明是女生，却一直标榜自己是男的。在事件发酵后，他没有在24小时黄金时间段内出来回应，就注定该事件的影响会持续很久。好巧不巧的是，他在新一季的表现也变得变形起来。游戏王的设定在第2期被碾碎，Baby 与张大大2个坏人在他一左一右的，让他没有分辨好与坏的能力，让好人与坏人发生了身份置换。在宋雨琦劝导陈哲远举票时，还在为 Baby 说话，差点就改变了本该赢的结果。爱笑的次数多了，大笑的弧度都一模一样，难免会被质疑是否有在重新开心。人设的崩塌是一手好牌打毁了的原因之一，他在新一季过于抢镜的行为同样是关键的。在第17人参大战中，他与周深一起比拼记忆力与手速，前3局周深手快超然，在白鹿误以为自己按下说出正确答案后，捡漏了正确答案。站在白鹿的角度，他固然觉得委屈，但周深又没违反规则，反倒是他没有看清局面。作为常驻成员，他本不该挂脸的。然而事实是他不仅明显表现出了不悦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生气了。
这与曾经那个在泡沫版上努力打破纪录的女孩相比，出来的舆论效果是截然相反的。想做效果没问题，但太过抢眼注定会引得评论两极分化。那么，就希望她在接下来的2期节目中能够吸取经验，做回自己的巅峰状态吧。